宝贝，你回来了，再等我10分钟，就10分钟，我马上就把这个对冲方案的 PPT 做完了。10分钟？我在那家高档餐厅给你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今天是我们恋爱6周年纪念日，你让我一个人在那个冷冰冰的餐厅里，看着别人送鲜花、送钻戒，而我一直干坐到人家打烊、熄灯，服务员拿着拖把赶我走。我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！今天老板临时接到一个几百万的标，点名让我赶这个 PPT。我跟你说，我今晚一边做一边研究，我突然发现公司的这个业务太特么暴利了，只要我今晚把这套核心财务逻辑和客户数据全部偷师到手。又是 PPT， 又是对冲方案，又是你们老板几百万的标。沃杰克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，你每个月就拿那可怜的8000块死工资，你天天在家里帮老板无偿加班到吐血，连个2000块的口红我都只能在二手网站上对比大半年。你们老板赚几百万，分过你1毛钱吗？这次不一样，你相信我，我发现公司这个业务的闭环非常简单。平时老板为什么天天在外面应酬没时间，就是因为这行太赚钱了，业务好到他根本忙不过来。只要我把这些数据偷出来，我过几个月就辞职，我自己开个同样业务的公司，等我形成了规模，年入几百万不是梦，到时候我天天陪你吃饭。等你，我24岁跟你，等到现在30岁了。6年来，我生病的时候你在跟标，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在做表格，你除了会给我画大饼，你给过我什么？我要的是一个能陪我吃饭，能在我哭的时候抱抱我，能在过节时送我礼物的男人，不是一个满身烟味的 PPT 制造机。面包会有的，只要过了今晚，我的数据就考完了。不用了。今天在餐厅里，我看着隔壁桌那个远不如你聪明的男人，微笑着给女孩戴上爱马仕手链的时候，我突然想通了。沃杰克，你记住了，没有面包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，不用风吹，走2步就散了。我们分手吧，别再联系了。他走了，我6年的初恋，我的青春，就因为这8000块钱的工资，彻底碎成了一盘散沙。散沙好啊，散沙踩上去不疼，散沙最适合用来建财富的地基。老板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你那套年入百万的客户名单和合规漏洞，今晚已经全被我拷走了。等老子复制了你的业务，自己开了公司，建起我自己的财富金字塔，停，我会把最大、最硬、最贵的面包狠狠地砸在你的脸上。喂，别按了，你都在这儿连着包了4个通宵了，鼠标都快被你点冒烟了。不好意思，网管小姐，我是不是吵到别人了？我只是失恋了，心里太难受，晚上根本睡不着，只能天天通宵打游戏，消磨时间。这是什么？知道你失恋被甩了？看你这几个晚上在这儿除了发呆就是吃红烧牛肉面，人都快熬成干尸了，怪可怜的。喏，为了安慰你，我今天白天在家里特意做了一份便当，辣子鸡丁炒饭，还专门加了个荷包蛋，请你吃的。吃不吃？不吃我拿去喂街角的流浪狗。哇，这辣子鸡丁，这饭的温度，老天爷啊，这有家的味道啊！网管小姐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比我前女友做的好吃10000倍啊！好吃就行，看你这窝囊样，估计也是被女人甩了。多吃点吧，疯子，别猝死在我的班上，我还得扣工资。网管小姐，你别看我现在落魄的躲在这通宵打游戏，其实我已经辞职自己创业了。我复制了前公司的暴利业务，白天拼了命的跑单子、做规划，晚上失恋了心里难受，只能来这麻痹自己，生活过得一团糟，连个能让我吃上一口热饭的人都没有。今天这顿亲手做的饭，简直救了我的命。这是你的技术入股，我沃杰克记下了。喂，哪位？是我，1年前在网吧给你吃辣子鸡丁的网管，网咖生意不景气，倒闭了，我交不起下个月的房租，马上要被房东赶出来。我翻出了你当时留的名片，你那儿还要不要保洁或者打杂的？打什么杂？乐乐，我说过，大同世界建立在等价交换上，你当年亲手做的那顿饭救了我的命，正好，我公司这个月给员工租了几套高档公寓，我现在就开车去接你，你直接带包入住，以后你不用打杂，你就做我的私人助理，
兼我的专属厨娘，我为你承包一切，包吃包住，还包房租。行啊，大老板，只要你吃得惯，我这条命以后就卖给你厨房了。太爽了，这就是有钱的感觉，一个电话，我就能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为我做饭，年入100万的创业阶层浪漫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对，李总，那个几百万的对冲单子我已经签下来了，咱们公司现在的盈利模式已经彻底跑通了，今年光是这纯利润突破300万，也就是这几个月的事。行，先这样，我这边正和设计师看我刚买的大平层呢，挂了啊。微微，你听到了吧？我这个投资工作室完全是靠我自己一拳一脚打拼出来的，现在我已经算是迈入圈层了，所以我对这套私宅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奢华。我以后可是要在家里办私人酒会，招待投资圈大佬的，必须让他们一进门就被我的财富彻底闪瞎眼，主动把资金交给我。我打算在客厅正中央装一个2米高的纯金招财猫，主卧天花板贴满 K 金箔。奢华？沃先生，你对财富的认知还停留在前清，那不叫奢华，那叫土味暴发户的审美灾难。像你这种刚刚赚到1桶金的新贵，骨子里极度缺乏审美安全感，你需要的是维度的提升，懂吗？是阶层品味的无情碾压。维度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客厅背景墙应该用巴西空运过来的顶级黑金大理石，一块就要10万。只有用这种冷酷硬核、充满华尔街精英感的设计，才能掩盖你身上那股屌丝味。还有你的卫浴，必须是智能生态系统。你那年入300万的尊贵屁股，配得上15万的马桶，明白吗？哇，15万的马桶，高维度的阶层品味。以前婷婷嫌我穷，没品味，今天这个职场精英设计师居然在亲自帮我定制华尔街的阶层外壳。沃先生，你的预算表我看过了，我为你加了20万的顶级软装，你觉得是这个大理石背景墙更有品味，还是设计了这个背景墙的我更有品味呢？你更有品味，微微，只要你帮我把这个阶层外壳做完美，我愿意把这套大平层的决定权全部交给你。喂，老张啊，听说你公司破产清算了，对不住啊兄弟。什么？你要给我推荐个人？沃杰克啊，我手下有个极其得力的 HR 主管叫佳佳，他是个没有感情的效率机器。我看你现在业务做得这么大，绝对需要他帮你梳理内部管理。我让他今天就去你那儿报道。行吧，让他来试试。我现在正好焦头烂额。沃杰克先生，你好，我是前同行老板推荐的 HR 佳佳，听说你急需高端的效率管理。佳佳，你来得太及时了。我公司现在业务虽然赚钱，但我每天几十万的进出，经常一天要在不同的地方见不同的人，我的日程表已经彻底崩盘了。我最近简直焦头烂额，分身乏术啊。沃杰克先生，请喝杯咖啡冷静一下。我刚才在你的电脑上跑了一下你过去1个月的行程透视表，我发现你的时间管理简直是一场灾难。你经常在同一时间段出现行程重叠，有5次甚至差点因为时间冲突而失约重要客户。这样下去，你的精力会彻底崩溃的。何止是客户冲突，我上个月有5次差点把陪微微看大理石和吃乐乐的饭安排在同一天，差点就翻车了。作为效率机器，我为你量身定制了一套高管时间隔离与效率排班表。只要你聘请我做你的贴身助理，你的商务行程和私人时间将被绝对精准的划分、隔离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无法打乱你的日程节奏。天哪，时间的精准划分，绝对隔离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多仓操作神器啊！有了它帮我排班，微微和乐乐在未来的365天里绝对碰不到面了。签，现在就签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贴身总管，我所有的工作和私人时间全交给你来安排。有你在，我的大盘稳如泰山。收工！一个年入300万，在商场上精明过人，但生活却一团糟的单身老板。只要我全面接管他的时间，他迟早会彻底离不开我。6年前我嫌他工资微薄，连个香奈儿包包都买不起。谁能想到他现在摇身一变，成了年薪300万、手戴百达翡丽的投资界精英。本以为我用老妈动手术借10万块的苦肉计能轻松复合，昨天偷看他手机，结果他竟然同时还交往着3个女人，网咖妹、家装姐，
还有个天天跟着他出差的 HR 小助理。天哪，这个该死的花心巨婴，我必须把他们约出来全部解决掉。今天把你们3个约出来，没有别的事，就是让你们认清自己的位置。我是他6年前的初恋，因为他当时太穷，天天加班没时间陪我，我们才分开的。前天我因为老妈生病跟他借了10万块钱，我发现他现在发财了，年入300万，我们准备复合了。你们这群傍大款的，现在立刻给我退出，别耽误我和他复合，他真正爱的是我。哦，我当是谁这么大口气呢？原来你就是那个在他没钱时甩了他的大姐啊！现在看他自己开公司，年入300万，又跑来分财产了。我告诉你，在他最落魄，晚上只能在网吧打游戏消磨时间的时候，是我亲手做的一盒便当救了他的命。我这叫早期天使轮技术入股，你跟我们要什么名分呢？婷婷小姐，在商言商，像沃杰克这种优质的资产，你居然想一个人独吞？他那套300平米的江景大平层是我一手设计的，每一块10万块的巴西大理石都是我帮他提升阶层维度的证明。你让我退出，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我的字典里只有拿下2字。前女友小姐，根据我的风险评估模型，他能稳定产出300万的年薪。我每天帮他做税务筹划，每年帮他省税40万。他在外面是个精英，骨子里就是个患有严重选择困难症，极其享受被女人伺候的巨婴，而我就是最好的首席执行官。你1分钱股份都没有，却让我们清盘退出，这不符合市场逻辑。你们简直疯了！他背叛了我们4个人，同时交往4个，你们不联合起来告他重婚，反而在这里跟我谈入股，大理石和市场逻辑。告倒他，他破产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喝西北风吗？既然大家都不想退出，那套大平层不是有5个房间吗？除了他住的主卧，正好空着4间。明天早上大家一起搬进去，线下实力竞标。好主意，谁能把这个300万的巨婴伺候得最舒服，谁当正牌夫人。输的人愿赌服输，直接退房。赞同。婷婷，既然你最急，今晚就由你出面，向他下达我们的同居通知。婷婷，宝贝，怎么脸色这么差？放心吧，区10万块，对我来说就是几天的理财收益。我对你的爱，从来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沃杰克，我的大富豪，我刚刚在咖啡馆和你的乐乐、微微还有佳佳开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行业研讨会。完了，和按钮爆了，我的4线操作大盘全崩了，我是不是要被告重婚罪了？婷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对你们真的是真心的，我只是选择困难。别紧张，大官人，我们不告你，相反，为了更好的回馈你的真诚，我们4个决定不准备退出，而是准备一起搬进来竞争。明天早上10点，我们4个人会同时带着行李搬进你这套5居室，我们要同居，全面展开线下实力竞标。什么竞标？你这套大平层，除了你的主卧，不是刚刚好空着4个房间吗？沃杰克，好好享受你今晚最后的清静吧，明天见。啊，4个女人，明天早上同时搬进来，我买5居室是为了彰显财富，不是为了正好装下4个债主啊！老天爷，我这到底是开公司还是开后宫啊？年入300万的福报，难道真的这么疯狂吗？沃杰克，我已经看过了，这套房子的采光虽然好，但客厅的软装根本配不上你300万的年薪。我连夜联系了意大利的家具厂商，为你定制了全套的顶级小牛皮沙发，还有你的书房，我准备改造成私人雪茄吧，让你每天下班都能享受华尔街大佬的待遇。这所有的改造费算我送你的新婚礼物。哎呀，顶级雪茄吧，这个好，这个深得我心。每次我在公司做完几百万的对冲方案，正需要一个地方抽一根。雪茄能当饭吃，沃杰克，你天天在外面应酬，胃早就垮了。外面的山珍海味都是地沟油。从今天起，我每天早起3个小时，亲自去海鲜市场给你挑最顶级的食材。这是我用深海花椒和顶级干鲍熬了8个小时的养胃汤，
你尝尝。哇，这花椒，这汤底，老天爷，这比米其林3星还地道！我那300万的胃终于找到归宿了。沃杰克，身体健康和物质享受只是基础。作为你的前助理和未来的贤内助，我为你量身定制了一套年收入300万、精英人士专属家庭资产配置与健康管理方案，里面包含了你全年的高端体检预约、私人飞机的积分兑换优化，以及针对你那4家皮包公司的合法税务筹划，预计每年能帮你省下至少40万的税。省40万的税，天呐，你不是我的助理，你简直是我的财神爷！有你在，我的年薪分分钟变成340万。沃杰克，他们那些都太冷冰冰了，一点家的温度都没有。你记不记得6年前，你最喜欢我抱着你叫你大宝贝了？他们懂什么财富管理？他们懂你的身体吗？我连夜去学了正宗的泰式皇家精油按摩，每天晚上，只要你累了，我用最温柔的手法帮你放松全身，保证让你重回20岁的巅峰状态。哦，泰式皇家按摩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一边抽着微微的高级雪茄，一边喝着乐乐的佛跳墙，手里看着佳佳帮我省下的40万税款，怀里还躺着婷婷的温柔乡。天呐，这就是年入300万的终极福报吗？什么重婚罪，什么道德谴责，去他的吧！我宣布，大同世界就在我的5居室里实现了。呵呵，肉弹冲击，这种低端的取悦手段也就只能在第1轮用了。沃杰克，今晚我约了信托公司的老总，我带你一起去拓展100亿级的人脉圈，这才是能配得上你的女人。人脉，在商场上勾心斗角累了，回家连口热汤都喝不上，要100亿人脉有什么用？沃杰克，今晚我给你做日式顶级神户和牛烧肉，就在阳台，吹着江风，只属于我们俩。我已经把沃杰克今晚的时间分成了4段，18点到20点吃烧肉，20点到22点和微微去商务会谈，22点到24点听取我的财务汇报，24点以后交给婷婷进行物理理疗。沃杰克，你看这个排班表符合你的高效人生吗？符合，太符合了！你们简直是天底下最懂我的女人，大家别争了，你们都是我的翅膀。今天晚上按照排班表全面执行。我收回3个月前的那句话，这哪里是后宫，这他妈是阿富汗战场。我原本以为年入300万可以让我当上土皇帝，结果我成了流水线上的老黄牛。这3个月，我被各种滋补汤补得天天流鼻血，我的腰被按摩得快要椎间盘突出了，我的大脑快被各种理财 PPT 折磨得爆炸了。最可怕的是，我的钱包快要被他们的取悦大奖赛给彻底掏空了。婷婷，你这个只会擦边按摩的寄生虫，那是我托人从日本空运过来的冰鲜蓝鳍金枪鱼大腹，1斤就要8000块，你居然拿它去煎麻辣鱼块，你毁了我的顶级食材，我天天熬顶级佛跳墙伺候它，你却在这儿搞破坏。8000块怎么了？沃杰克年入300万，他吃个麻辣鱼块怎么了？你天天做清汤寡水的菜，他早就吃腻了。他昨天晚上享受我泰式按摩的时候，亲口跟我说他想吃重口味的。你那是做饭吗？上个月光是买食材就花了他15万。别吵了，光是厨房的开销就15万。我虽然赚300万，但我公司的现金流也吃不起天天空运的蓝鳍金枪鱼啊。把客厅那套世俗的沙发给我扔了。沃杰克，我为你从巴西定制的奢华黑金石雕刻背景墙到了，只要35万，能让你每天坐在客厅都感觉在总统套房。你住手！微微，你疯了吗？上个月你刚把玄关改成了价值20万的纯铜浮雕，沃杰克这个月的现金流已经被你彻底榨干了。我辛苦帮他公司合理省税40万，全被你挥霍了。而且你上个月带他去见那个所谓的高端酒会老总，前天刚被警察带走。沃杰克投进去的50万前期资金全泡汤了。什么？50万全泡汤了？那是我准备下个月给员工发工资的钱啊！微微，我求求你把这块巴西黑金石退了吧，我不想住总统套房，我现在只想见我的债主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2个职场女人根本不是来过日子的，她们就是来搞垮你公司的。沃杰克，还是我好，你下个月陪我去巴黎看时装展，机票和酒店我都看好了，才15万。15万？婷婷，你妈的手术费借了沃杰克10万块，到现在还没还吧？
现在又想要15万去巴黎？乐乐，你少血口喷人，我杰克自愿借我的，你天天当免费厨娘，还不是惦记着以后分他的房产证？你才是真正的寄生虫。你再叫一句寄生虫试试。这块黑晶石必须装上去，工期已经安排好了。我看谁敢动这个房子，动了，我立刻起诉你们。疯了，全疯了！我才明白，他们根本不是在取悦我，他们是在疯狂地收割我这300万的年薪。他们是4台马力全开的财富碎纸机，我必须自救，我必须用最冷酷的手段把他们彻底清理出去。各位，这3个月来，大家为了取悦我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作为年入300万的精英，我对你们的专业能力表达高度的赞赏。沃杰克，你终于想通了是不是？这些文件是我们的结婚决定书吗？这是我通过律师拟定的终极婚前与婚内财产保全协议。为了绝对的公平，你们4个人谁在这份协议上签字，我就立刻和谁登记结婚。沃杰克，你这是在跟我们开国际玩笑吗？佳佳，先看看上面写了什么。核心条款，签署人自愿承认沃杰克名下所有婚前资产、公司股份、房产以及年入300万的投资收益，均属于沃杰克个人绝对财产。婚后所有收益自动划入格力信托，配偶不享有任何共同财产分割权。也就是说，沃杰克的婚前婚后财产都与配偶无关。意思是说，老娘就算跟他结了婚，他婚后赚的每一个300万，也跟老娘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另外，鉴于配偶在家庭生活中的付出，沃杰克在婚后将每个月仅固定向配偶提供人民币5000元的生活费，超出部分概不承担。1个月5000块，沃杰克，你他妈疯了吧？老娘光是买空运食材都不止几万，你拿我当要饭的打发呢？这协议老娘绝对不签，我退出。你这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，老娘帮你设计房子，拓展人脉，你想用1个月5000块锁定老娘的设计价值？你的灵魂根本不值这大理石的钱，我也绝对不签，搬家。这是我见过最无情的跨界白嫖方案。你用修罗场做诱饵，让我们免费伺候你，最后掏出一份5000块的白嫖合同。这份协议我拒绝签署。明天我会向劳动监察大队申请仲裁你拖欠我的加班费。再见。沃杰克，你看，只有我留下来了，但1个月5000块太少了呀，你每个月给我5万，我也可以不还那10万块，我们结婚吧，好不好？停，6年前你说没有面包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，现在我有300万的面包了，但全是我自己的，我绝对不会改变协议。至于那10万块钱，是我的个人债权，下个月如果没还款，法务团队会起诉你。你是个魔鬼，把那10万块还你，我就是去相亲市场上挂牌出价，也绝不伺候你这个守财奴，我也放弃了。太好了，4个全走了，我的资产保住了，也没人告我重婚了。但是今天晚上，到底谁他妈来给我做饭啊？我这300万的胃，难道下半辈子只能吃泡面了吗？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打开小铃铛，以免错过精彩视频。